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在220.13，收盘价是在219.1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221.91。最低价是在213.74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的中部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629.19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6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呢，它是高开盘，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即一路向下。下方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附近是遇到了支撑，但是当日是有新低的出现，然后呢，股价遇到支撑，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，那最终呢，股价一直是在当日股价的中高位进行震荡，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分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，生成了一根蜻蜓线。那蜻蜓线如果它处在下跌行进当中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都是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么这个止跌信号呢，需要确认，也就是日后股价要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22这个位置，还有前一个交易日这根K 线的最高。那这样呢，才能够确认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好，那么股价继续反弹。我们在之前说过，目前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28附近，是这个位置。那么它将是呢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股价在回补，如果出现反弹回补缺口的时候呢，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，而这个位置将是强压力。那么到了10月15日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，所以呢，228将是日后股价反弹的强压力。好，那如果股价下行，下方的支撑呢？我们说在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10这个位置将是一个支撑。当然我们会看到呢，还有一颗上行的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也是一个支撑。我们可以把图缩小，然后看看这条上行趋势线。这条上行趋势线呢，它是股价自4月22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对2个底高确认的一条上行的趋势线，所以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、日后 K 线的交点都会成为支撑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对于股价日后走势的一个从 K 线信息解读日后走势的上方的压力和下方的支撑。
好，那么对于目前来说啊，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，股价如果不出现反弹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下跌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2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12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跌破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实际在10月14日收盘价呢是在219.16，股价出现的是我们可以说是叫反弹，叫做横盘向上。虽然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呢收盘价还是一个横盘向上的走势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啊，虽然就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性质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当日的这个收盘价呢是在我们说是在前高的下方，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上方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股价如果没有反弹的话，将会出现一个叫做补量的下跌。那么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0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03这个位置。203是8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我们会看到也正好是这一波涨幅齐涨的这么一根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么在到达这个第一个目标之前啊，我们说这条蜻蜓线的最低是在214附近，还有这条上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都会成为支撑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03的。203如果被跌破啊，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那么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82，是这个位置。182再被跌破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6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51。251啊，我们会看到它是10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目前股价呢是自9月31日以来已经出现了头低，下方已经有底低，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已经被建立。那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251，站上这个位置啊，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但是我们会看到，要想重新站上251啊，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还是很多的。那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，目前对于10月15日来说，目前上方的压力就是222，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包括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最高，其实也是缺口的下沿，是从222到223这两个位置呢，是目前股价反弹的强压力。还有一个强压力就是228，那么在10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目前反弹只有站上这两个位置，或者突破这两个压力位，才能够继续反弹，才有可能到达251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。251如果能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65，然后是271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
10月1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啊，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220附近。那么对，在10月14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高开盘之后啊，短暂的反弹之后，股价一直是在这个盘中一直是在220下方运行。当然最后是股价还是收在了临近这个观察线的附近。好，那么到了10月1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。对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连续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啊，那么股价呢是有反弹的意愿的，但是反弹的这个在次日反弹的一个关键位置就是蜻蜓线的最高，这个位置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所以在反弹的时候，股价如果不能够在这个蜻蜓线的最高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。所以呢，在10月15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反弹，否则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或者至少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2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对于多头来说，我们现在是在前一个交易日，我们对于短线操作，我们已经是止损出场。那么到了10月14日，虽然还是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当日的 K 线还有长长的下影线，但是在10月14日收盘价219.16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我们现在只能是对于短线操作应该是观望。对，因为没有指标支撑进场做多。好，那么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目标啊，要守的位置啊，就是222，从这个位置一直到228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，我们把这条线调到228，从222到228这个区域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10，是这个位置。当然还有我们说下方的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03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最高222到223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28这个位置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第三个压力位呢是在236附近。对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。上方第四个压力位是在243附近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呢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14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210到212。212呢，实际上是当日 K 线，我们把这个线调准确一些哈。212是当日 K 线和下方这条趋势线的一个交点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210到212是第二个支撑，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03。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和200关口合并，也就是说从200到203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
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对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作叫横盘向下。那如果出现下行呢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0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12，会到达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216.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条件呢，就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，收盘价在216.5附近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那么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8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26，也就是我们认为会回补一部分缺口，收盘价会收在223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8的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